王爷，啊，王爷放心，九峰大人已安排妥当，属下的都埋伏在周围保护。嗯。哼！哎，小宝，你别跑！你是王爷？正是。我要怎么开口退婚比较合适啊？哎呀，本王应该怎样开口退婚，才能解决这个意外？王爷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迟到了。迟到？在王府，只要迟到的人，都已经被我赶走。赶走了？这么绝？那正好。你说这可太不巧了，我这个人吧就喜欢迟到，上学迟到，逛街迟到，连吃饭都迟到。王爷，你说这可怎么办啊？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我们西林喜欢骑马射猎，王爷，你这腿脚也不方便啊。本王也觉得我们陆赵与西邻国的水土风情不尽相同，公主如果嫁过来，也未必能够适应。王爷，你考虑的真是太周到了。我这个人吧，适应能力特别差，一定习惯不了。难道这西邻公主也不想嫁给你？我们将通过比赛决出最佳佳侣，欢迎各位佳侣积极参加。有没有佳侣愿意上台仪式的呀？有没有？公主，你看，前面是最佳佳侣擂台，凭的呢就是两个人的合适程度。正所谓强扭的瓜不甜。这意思，没想到王爷也并不想与阿丽亚成亲呀。我们参加，我们好，有请。王爷，你说的对，这强扭的瓜不仅不甜，还很可能是酸的、苦的。爱情是不能勉强的。看来我俩确实不合适。王爷，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，那咱们索性就挑明了说吧。王爷，我是来退婚的。公主之心即是我意，没想到今日约见，竟然还有意外之喜。那咱们就此别过，后会无期。好，二位请稍后，请。还有没有佳侣愿意上台仪式？还有吗？哎，你等等我。太危险了吧！主峰，主峰，公子！哎妈呀！你抱我干嘛？我想见王爷，结果没接住。救王爷！公子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来让一下。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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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来，让一让！王公子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对不起嘛，人生总有意外。认识你就是个意外。哎呀，既然都上台了，诸位不如就参加一下最佳佳侣擂台吧。不，哎，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丰厚的奖金啊。不用了，丰厚的奖金？啊不，等，我们参加。
好。王爷，你就委屈一下嘛。我们西林没有这么好玩的家里擂台啊。刚才还口口声声说要退婚，现在又来参加擂台，难道他们反悔了？退婚的事情已经解决了，要是能赢得这丰厚的奖金，稍后我们会请乐师奏乐，让3对佳侣共舞。每次音乐声停的时候，3位姑娘便可以去争夺最高处的锦绣福袋。待音乐声再次响起的时候，3位姑娘必须继续起舞，直到哪一对姑娘最先获得锦绣福袋，便游戏结束。好了，各位都听清楚游戏规则了吗？你觉得本王能跳舞吗？那稍后我们的我比赛们西林有正种式开始。你不动我动的舞蹈，我带王爷见识一下台上。的各位佳侣也可以稍作准备。他跳得这么投入，看来真的是反悔了。这奖金我要定了。这样下去，不仅是他，这所有的人都会认为我们是天生一对。我觉得就是他们做的。你拉着我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别拉着我！别推我！给我！我的！竟敢亲我！我的！待会儿一定让你好看！干嘛呀你？哎呀，王爷，你不配合我怎么赢啊？公主，我没说我想赢啊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让你不配合我，阿丽亚，你干嘛？没事吧？这该死的王爷，后面再找你算账。你不帮忙就算了，为何还要捣乱？捣乱？没有我，你能拿到那个布袋吗？哎呀，恭喜二位，恭喜二位！哎，姑娘，请上前，请上前。这二位如此默契，又男才女貌，如此般配，他们就是今晚的最佳良缘。对了，你说的丰厚的奖金呢？姑娘打开布袋看看。就这？红绳捆绑象征着不离不弃的爱情。对呀，这奖金难道还不够丰厚吗？祝贺他们！公主，你为了1文钱也是够拼的。这个1文钱也是钱。我这个人不喜欢占人小便宜，这是你的。辛苦了，我先撤，王爷保重。
本王怎么会知道啊？我们该不会要交代在这儿了吧？公主，你不必惊慌，要不然你就先走吧。那不行，好人要做到底，我怎么能抛下你啊？别跑！人呢？谁呀？谁呀？乔掌柜，乔掌柜，乔掌柜，属下无能，罪该万死。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刺杀王兄？殿下，王兄灯会遇袭，我负责守卫灯会安全。守卫失礼，我自认是难辞其咎。父王，儿臣未能护王兄周全，还请父王降罪。父王，昨夜的大火是意外，不必苛责二弟。锦儿，没受伤就好。多谢父王关心。锦儿，虽说你与西陵国公主私下会面，有失礼仪，但是啊，父王还是甚喜。父王，儿臣以为初见西陵国公主便发生如此凶险之事，实属不祥之兆。儿臣以为应当退婚，以息天怒。锦儿，你何时变得如此的迷信了啊？恰恰相反，父王倒认为啊，这明明就是天公作美，有意在撮合你们。你说呢？回国君，众所周知，昨夜都城举办最佳佳侣擂台，王爷与公主立刻对手，拔得头筹。那是意外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一幅画面在下官脑海中久久不能忘怀。快呈上来。是。都说大难临头各自飞，看来公主对锦王却是情深意重啊！你们初次见面，他就对你以命相救，不离不弃。好。国君，下官以为这幅画日后必定传为一段佳话呀。哎，此等见义勇为之举，自然应当昭告天下，速速举办。是。父王，父王，他的恩情我自然会铭记于心，但不代表我一定要娶她呀。哎呦，锦儿啊，现在事已至此，你就别再推脱了。而且此事还涉及两国的邦交，不可儿媳退婚。父王，传我的旨意，择个吉日，命锦王速速迎娶西陵国公主成婚。遵旨。父王，请给儿臣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，将王兄婚礼的迎婚任务交于我，我定不负使命。去上医院取些上好的药材，给二皇子送去。是，谢父王。王爷，国君赐婚，我们总不能抗旨吧？而且这公主还是个神医，万一她发现您的腿疾是假的，那您这逃离皇宫的计划岂不就是泡汤了吗？我让你查昨晚刺客一事，可有进展？还没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事情没那么简单。
王爷，你说这些刺客是什么人派来的呀？小家伙，你爬那么高，很危险哦。王爷，你怎么还有心思管他呀？你倒是快帮我分析分析昨晚发生的事情吧。昨晚无论是我还是公主发生意外，都定会影响陆赵与西邻两国邦交，严重的话，甚至会造成两国兵戎相见。到时候受苦受累的，还是天下无辜的黎民百姓。要是这样的话，没事了。您跟公主岂不是都很危险？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公主的安全。属下明白了，那和亲的事儿怎么办啊？只能想别的办法了。哦。怎么样，还在睡呢？可是公主，幸亏昨天晚上发现他的人是我，要是胡将军的人发现了他，那不是乱套了吗？小点声啊！我说这个万事房的乔掌柜也太不靠谱了，让他去退婚。现在倒好，婚期还提前了。这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如何解决这件事。就是，你看胡尔萨将军的人天天盯着咱们，生怕咱们跑了。我说的是里面的人。如果我找人退婚这件事被发现，恐有后患。那3日后的婚事，您准备认命啦？当然不，只是眼下我们要一件一件事情解决。哦，明白了。那眼下就先解决了这个乔掌柜。他们要干嘛？乔掌柜，乔掌柜，乔掌柜，公主，她还没醒呢。月桃，既然乔掌柜想一直这么睡下去，那我们就永远不要让他醒过来了。哎呀，我这是在哪儿呢？公主，那你们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你这么忙，我就继续打扰你，多不好意思啊！乔掌柜，完了，我死定了！哎，公子，看你这气宇非凡，一眼就能看得出你是人中龙凤啊！不如让我为你算上一卦，如何？不用了。哎，不是，公子，你得让我替你算呀，对不对？茫茫人海，上千万中你我相遇，那是一种缘分的。哎，你得听，我这人啊，有很多潜力。我不相信这个世上还能有什么意外来改变我的人生。这不是改变，是摧毁。先生，我腿脚不便，你可否靠我近一些？哎，可以，我近一点，你说。哎呦！哇！每日10卦，只算有缘人。每日10卦，只算……哎呀，只算有缘人。姑娘，每日10卦，只算有缘人。这位先生，每日10卦这种噱头呢，是挣不到钱的。不是，还有啊，封建迷信要不得。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，咱有缘再见。哎，不是，哎，姑娘，你印堂发黑，黑中带紫，此去我俩是再无缘相见了。虚凤假凰，路茫茫，野鸡也能变凤凰。此
此去路途多凶险啊！当错花轿嫁对郎，哎呀！让你中！这，公主，我知道错了，你饶过我行不行？这不是还有3天时间吗？我保证你嫁不出去，行不行？什么？你乱说什么呢？在我们西林，死之前还没嫁出去，是会变成孤魂野鬼的。公主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的意思是，公主，你看，你要是杀了我，得到的只是一具尸体；但你要是放了我，万一我成了呢？多个朋友，多条活路嘛。公主，我知道你是铁了心不想嫁给王爷的，你放心，这个忙我乔曼曼帮定了。只要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乔曼曼保证一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，帮你完成这个任务。好吧，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这本来呀，我是准备用10万两黄金做封口费呢，不灭口。10万两黄金，封口费。月桃，送客。好嘞，乔掌柜，请起吧。10万两，公主，要不然你先给我1万定金吧。告辞。殿下，殿下，这鱼不是你前日送进宫里给国君的吗？怎么？父王怕是觉得这鱼不是什么名贵品种，所以便退回来了吧？国君真是的，前些日子，景王随手画了一幅画传进宫里，他都视作珍宝。这鱼可是您费尽心思寻来的。景王是我兄长，父王关心儿子残疾，照顾有加，也是人之常情。自以为金贵，可到头来却不受人待见。总得自己找个活法吧。你昨天晚上在睡不睡？我说连动画先生的消息。为什么没走？别走！是为什么起来？起立。先生好。学子们好，请坐吧。今天我们来上课，学习《论语》。学子们，不能逾书院的规矩。什么规矩啊，先生？书桌与讲台需保持一丈的距离。书院就是我家开的，我的规矩啊就是规矩。好，袁翔同学，你先回去。我们继续上课。不，小曼曼，看看你给我找的好差事。季墨，季叔，季叔，哎呀，别喊了，人在呢。你去哪儿了？哎呀，我还能去哪儿啊？这万事房啥生意都没有，我就打了个盹儿呗。哦，对了，我得给你说个事儿。哎，别，你先听我说，我惨了。哦，拍生事你知道了？不是，
是我昨天退婚没退成，3天之后就要成婚。阿里亚公主那边我都承诺了，我这下不管都不行了。不，等等，你说什么？裴二又怎么了？真的是世事难料啊！哎，没想到这个裴寡妇对裴二她居然有意啊！现在裴大死了，刚好没障碍了，收你一笔钱不说，现在还把你的计划全盘托出了。我当时就说了，不要接这单，不要接这单，你偏不听。到时候这裴二找到咱们这儿，可怎么办呀？这个裴大得妻如此，何愁不死啊？哎呀，那你倒是说说，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呀？要不，咱跑啊？跑啊？那你娘给你留着万事房不要了？哼！等风头过去了再回来呗。哎呀，这普天之下莫非王赌啊！你说你同时得罪2国的皇亲国戚，哎呦喂，乔掌柜，你真是好手笔啊！那你说说，我们还能逃到哪儿去啊？那听你这么说，我这不管也得管喽。我可什么都没说啊。哼，算了，关键时刻一点忙都帮不上，你还不如寂寞呢。哦，还指望寂寞呢？你就为那么点小钱，你明知道他有怕女病，还安排他去女子书院教书。他一去书院就犯病，天天半死不活的。我看他这病啊，估计是治不好了。先生这么着急，是要去哪里啊？寂寞先生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先生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们这是干嘛呀？这下课我自然是回家呀。别急呀，先生。今天上课的内容我有些没听懂，要不你给我好好讲讲。就是个汉子啊，先生别推辞了。你们这人太善，我跟你们拼了！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。来，各抒己见，群策群力，有什么好办法吗？这个办法嘛，倒是有。哼，你有办法？多大个人了，还被一群女学子追着满大街跑。季叔，你能别打岔吗？啊，行，你快说快说。这个事情有点复杂，我先来给你解释一下。这个碗呀，是西邻国。这个碗是陆兆国，这个是公主，这个是你。现在他们搅过来又搅过去，你还能分清谁是你，谁是公主吗？这我哪分得清啊？哎，寂寞，什么意思呀？这是？哎呦，我哥可真是太聪明了！原来只要方法得当，我就可以偷梁换柱了。从驿站到王府只有3条路，我会设法让人将其余2条路都给堵上。哎，快点啊！3、2、1，开始哭！走。这皇家婚礼讲究及时及地，所以按照我的安排，他们一定会走上这条我们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。等我把迎亲队伍弄到这唯一一条路上后，我会准备第2辆大轿停在你们的对面。届时，我会找人制造混乱。季老头说的果然没错，来啊，把车给我砸了！公主趁机下花轿，坐上我事先准备好的花轿，这样你就可以远走高飞。高，实在是高啊！高你个大头鬼啊！等这轿子进了景王府，没有新娘下花轿，这不露馅了？谁说没有新娘？偷梁换柱，
这梁子没了，柱子得顶上。而月桃姑娘你，就是那根柱子。事先我会穿上喜服在那条路上等你们。公主，你先上花轿走，到时候根据现场的混乱情况，我们会有一小会儿的时间。月桃姑娘，你就穿上我身上的喜服，上了花轿，而我则扮成制造混乱的人逃走。这样，月桃姑娘你就不用担心嫁不出去，还是高价呢。这个方法倒是可以。可王爷不是看见你脸了吗？没事啊，我原本就是公主您请来退婚的呀。如果月桃在王府待不下去了，就以思念父母为由回西陵归宁省亲。到时路途遥远，万一发生什么意外的话，你就再也不用回陆兆啦。二位，我这个计划完美吗？乔掌柜，若此次我得以脱身，日后定有重谢。公主放心，一切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公主，这乔掌柜靠不靠谱啊？他不会爽约吧？月桃，你别说了，我这本来就紧张，这都走到这儿了，不相信也得信啊。好，月桃，你快下去吧，快到地方了叫我。好。一会儿好好给我演，卖力给我搅黄了啊！来，还有你们，人人有份，人人有份啊！有危险呀！危险？怎么会有危险呢？我跟你们说啊，他们绝对不会动手的。万一动手了，你们就往后撤，知道吗？恭喜王爷！恭喜王爷！恭喜！多谢！恭喜王爷！恭喜王爷！多谢！王爷，原定的娶亲之路被人堵上了。果然，一定要保证公主的安全。迎亲路上一定会有人对公主下手，你现在马上去公主身边，要是出了什么意外，你就跟我提头回来。是。这次麻烦你了，谢谢。你回我这端办事房找我啊。谢谢。来，快，动起来！月桃啊，我们到哪儿了？公主，前面就是茶摊了。停一下！又怎么了？公主渴了，要喝水。马上到了，喝什么水？花儿萨，我渴了。你是想要渴死我吗？快点！怎么样？就照我们说好的，放心，一切尽在我掌握之中。这老季也太不靠谱了，派的人怎么还没来？父王万岁万岁万岁！免礼。谢国君。谢父王。诸位，今日不是在朝堂之上，是我锦儿大喜之日，诸位可以随意些啊。谢国君。锦儿，怎么你看起来闷闷不乐？今儿可是你大喜的日子，是不是你二弟给你筹划的这婚事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？回父王，一切都好。这是你母后给你和公主的贺礼。你是一双人。
愿言配得心，携手相交。母后的手艺自然是好。父王，您先去大厅休息吧。开心点。这老头说的果然没错，来啊，把车给我砸了！有人抢枪！知道这是谁的车吗？你也敢动？我管你谁的车！弟兄们，抄家伙！衣服给你，赶紧跑！裴长官，可能是有点误会，改天再找那臭丫头算账。撤。走。二家准备出发，不能误了时政。二仨来了。乔掌柜，这就是你的计划吗？不是，我怎么知道裴二那么怂？这还没开始打就跑了。对，多亏枪阵。快想办法呀！我想着呢，我想着呢。这是你的人？是，这是我的人。怎么会有2个新娘？这也是你的人？都杀了！公主，你没事吧？公主，快走，快走！乔掌柜，大恩不言谢，我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。月桃，你保重。公主，快走！乔掌柜，乔掌柜！保护公主！曹掌柜，我去车里换衣服。啊，换衣服。
保护公主。是。快！曹掌柜，快起来换衣服，来不及了！哎呦，快醒醒啊！阿离啊，阿离啊，你没事吧？阿离啊！来，将军，公主好得很。你在里面干什么？我保护公主啊。好，辛苦你了，月桃。下车吧，我们准备出发了。好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胡将军，咱们大婚之日遇到这样的事情，太不吉利了。我们要不要先回到驿站休息休息？咱们不急这一时，择日再办。择日再办。不知是王爷的意思，还是国君的意思？你让我西林脸面何存？胡将军，你误会了。那我们就出发吧。起程。曹掌柜，你醒醒啊！前面快到了。王兄身子不便，我去帮王兄将公主请下来。劳烦二弟了。总算是把这些人甩掉了。没想到乔掌柜有勇有谋，我总算是跑出来了。妈妈怎么还没来啊？按照计划，应该就是在这儿啊。啊，不知道月桃和乔掌柜现在怎么样了？你是说妈妈吗？哎，小兄弟，哎，小兄弟，小兄弟，你醒醒啊！小兄弟，有人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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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醒了？小兄弟，你醒了？你没事吧？你是谁啊？我是万事房季末，你刚刚不是说曼曼吗？曼曼是谁啊？小兄弟啊！
西邻国的迷药，后劲儿也太大了吧！唉。王爷，你要干什么？自然是喝合卺酒，喝完之后宽衣就寝。本王的腿有点不方便，你能不能？不能，不能！我都还没说我要干嘛。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。非礼？那个是这样的，王爷，在我们那儿的习俗呢，喝合卺酒是不用杯，用壶的。我7岁就行走江湖，别的长处不敢说，喝酒就没怕过谁。只要喝倒你，什么事儿都好办。爹，快来帮帮忙！儿子，你回来了！哎，爹！哎呦，儿子，这你背的是谁呀？哎，乔曼曼去哪儿了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，你先别管了。爹，你快来看看他。啊？来，先放下来，先放下来。来。哎呦喂！来，我把着呢，我把着呢。没事。来。可以呀。你这怕女病好了呀？哎，居然背了个女的回来。女的？啊？哎，儿子！啊？阿离呀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这哪是带了个女人回来呀？这简直是带了个烫手的山芋回来呀！哎，那你在这儿，那曼曼呢？不行了，喝不动了。别过来！你刚才干什么？我就是新买了一把匕首，给你看看。你有病吧？真是有病！公主，失礼了。其实公主的心意，在上元节那日我便明白了，咱们都无意成婚，但是现在只能将错就错。日后找到机会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离开的。虽然他说将错就错，但他是把我当成真公主说的呀。万一露馅了，他直接推掉婚事，掉脑袋的可是我呀。既然咱们现在必须共处一室，那以下几点请公主听好了。首先，玉树临风不是本王的错，但你不小心喜欢上我就是你的错，所以你千万不要爱上我。其次，咱们必须要有各自的空间，互相尊重。等默默离府之后，我们就分房睡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你睡榻，我睡床。你现在给我起来！喂，公主！公
公主，公主，阿里亚。殿下，属下今日本有机会逼回公主，可是九峰带着一队人马赶来，坏了好事，还请殿下责罚。幸得王兄此次护得公主周全，才不至于让母后铸成大错。属下明日再派人去打探。他在外，你尚不能成事。事已至此，顺其自然。属下无能，属下自请20丈，以作惩罚。 50丈吗？是。让你护送公主的时候，究竟发生了何事？我也搞不明白。我赶到的时候，已经有一波黑衣人在了，而且还有一个人的武功不在我之下。对方2次都没有得手，而且幕后之人已经知道我们有所防备，绝不会再轻易出手。看来为今之计，我们也只能静观其变。不行，我得赶紧逃跑，不然身份早晚会泄露。是谁呀你？你怎么进来的？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月桃呢？月桃，这儿呢。奴婢在。奴婢春蚕是宫里的长侍嬷嬷，国君担心王妃出道路照，一时不适，特安排奴婢这几日来王府听候王妃差遣。管事嬷嬷啊，王妃跟着王爷唤奴婢春蚕姑姑便可。王爷已晨洗完毕，王妃也请沐浴更衣吧。嬷嬷，王府平时是怎么样的？有几口人？有多少守卫？我们王爷因为腿疾，平日里都是深居简出，所以王府里并没有多少丫鬟与侍卫。但昨日你们送亲路上发生了意外，国君担心王府安全，所以临时增加了大批守卫。看来逃出王府不是简单的事儿啊！王妃不必担忧，王府上下嬷嬷已经为您打点好了。您是西陵国神医，能嫁进王府来医治王爷的腿疾，可真是我们王爷的福气呀。我哪懂什么医术，还神医，还给王爷治病。我们打扮这么好看，是要去见国君吗？回王妃，国君平日勤于政务，妃诏不得入见，待3朝回门之后便可入宫面圣。不过王妃既已入了皇室，以后应当改口称父王。对了，3朝回门当日，博尔萨将军便要启程返回西林了。到时候您跟王爷都需要亲自去送别。除了王爷准备的礼物，王妃是否要再过目一番，添些什么物件？博尔萨，3日后。王妃请。霍尔萨是谁？霍尔萨是公主的表哥，就是那天执意让你上马车的那个人。什么？等他见了我不就露馅了吗？烦死了！王爷早。给王爷请安。王爷早。坐。
王妃慢用。3日后就要回门了，我要怎么应付霍尔萨？王妃，这菜不合你胃口？哦，是啊，我这晚上睡觉不老实，老踢被子，昨晚着了凉，现在头昏沉沉的，没什么胃口。谎话张口就来，还当着嬷嬷的面故意提睡觉的事，是想拿嬷嬷威胁我？是啊，王妃昨天睡觉确实不老实，害得本王差点也着凉。既然如此，王妃，你就请回吧。饭也不让人吃，等嬷嬷回宫后，我再跟你秋后算账。王妃，终于可以亲近你。哎呀，怎么办呀？行吧，3天之后就见到胡尔萨了，到时候被他发现了，咱俩一个都活不了。我还没嫁人呢，没有嫁人就死了的话，我会变成孤魂野鬼的。谁说要你做孤魂野鬼了？我有主意了。什么主意？装病。他们总不能让一个生病的人进宫面圣吧？装病是个办法，但是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以后呢？以后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先过了这关再说，以后就留着大齐。行。月桃姑娘，你可以帮我找点吃的吗？你说我这束腰勒得这么紧，肚子还是很饿。我说你还真把自己当公主了，还使唤起我来了。这哪是使唤，是请求。有道理，那只有这个，凑合吃吧。王爷来了，王爷来了，王爷来了，快点！王妃这是怎么了？明明是躲在这偷吃啊！王妃没事。既然这样，看来王妃病得不轻。九峰，赶紧给王妃找个御医。王妃的意思是，不用，王妃医术高明，就不用麻烦宫中的御医了。看来王妃病得真的不轻。九峰，我现在请御医，赶紧带我换衣服去。哦，好。完了，没事没事，没事，人家就请御医了。待会儿御医过来的时候，发现你没事，你就没办法装病，咱们就死定了。放心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你不是船到桥头自然直吗？你坐这儿来干嘛？你跟着你们家公主这么多年，对医术一定也颇有造诣吧？那是当然。那你会什么？我会的可多了啊！煮药、煎药、拿针筒、洗针筒。没了啊，没了。哎呀，你不要对一个婢女要求那么高好不好？完了，那就真完了。御医，这边请。就把门给我堵上！怎么办？快想想办法呀！被你们主仆俩害惨了，怎么办？大白天关门干什么？那个王妃不是病了吗？见不得风。风有了！哦，我请了御医来，快看门！大姐，干嘛呢？风寒发烧，我不得先让自己穿，烧起来！快点！你快点啊，别让王爷和御医等着了。他来了！
御医，有劳了。臣遵命。王妃，微臣给您请脉。真是演戏演全套啊！居然还躺下了。等御医诊断出你没病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来，王妃请。这王妃明明没病，为何成病啊？御医，我应该病得很重吧？还是不要介入皇家之事为妙。怎么了，御医？难道王妃没病？顺着王妃说吧。啊，回王爷，王妃病得确实不轻啊。王妃的脉象犹如潮水涨落，汹涌澎湃呀。不是装病。那御医，你得好好医治王妃。是啊，那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的，就不麻烦御医了。本王知道王妃医术高明，但刚刚御医都那么说了，还是让御医看看吧。还要扎针？王妃，风气病症由气虚受风导致，肺主气，气虚则受风。风之伤气，有冷有热，冷则厥逆，热则烦脘，不出则伤肺，当以汤胃真实医治啊！王妃请放心，微臣只需在您的阿是穴施针，入肉3寸，不久便可痊愈。3寸，那还不得把我扎死啊？王妃放心，微臣心中有数。你别过来，别过来！你们看看，王妃就要犯疯狂之症了，快帮忙按住她，按住她！子枫，把住她呀！不要！王妃放心啊！扎的是我，你叫什么？王妃力气果然惊人。那个王爷，我是替你感到疼啊。不过，王爷你这个腿，应该感觉不到疼吧？我的腿自然感觉不到疼。九峰，赶紧把我推走吧，咱们还是别耽误王妃的治病时间。等等，虽然我的腿感觉不到疼，但是御医，你能否帮我把这根银针给拔出来？微臣该死，微臣该死！微臣该死，微臣该死！王爷，没人了。王爷，您不疼了吧？当然不疼了，我刚才只是腿麻，舒缓舒缓。走吧。王妃，那咱们还是接着治疗吧。不用了，御医，我已经好了。好了？可微臣还没有施针呢。我都跟您说过了，医者可以自医，不信的话，可以给我搭个脉。哇，王妃，你的医术实在是太高明了，在电光火石之间竟能不药而愈，这是闻所未闻的罕见之事啊！王爷，刚才御医来报，说王妃的病情已经痊愈了，而且还夸王妃，说她医术高明，其平生所见难出其右。真的那么高明？那我们应该要离这个王妃远一点，以免被她发现端倪。王爷，水好了，可以沐浴了。行，那你出去吧，帮我守着。您放心吧，我一定寸步不移地守在外面，一动不动。行了，你再说下去水都要凉了。那我走了。
计划没问题吧？当然没有问题，我的计划万无一失。万无一失？我看是万事无一吧。你们干脆改名叫万事坊好了。你别耍嘴皮子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一会儿你负责引开九峰，我负责让王爷生病，咱们强强联手，肯定能马到功成。不过我先说好啊，我的演技不怎么样，待会儿我如果没成，你可不能怪我。玉桃，你要相信自己，演戏最重要的就是信念感。哎呀！啊！我的脚，哎，痛！你怎么了？啊，好痛啊！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痛！哎，我脚，哎，走不了路了。我带你去上药吧。不是让你守在外面吗？怎么又进来了？在外面守着，万一王爷有需求，我怕照顾不到呀。你进来做什么？九峰呢？九峰，九峰，玉桃脚受伤了，九峰去送他了。王爷，早上呢，你对我关怀备至，现在正是我投桃报李的时候。咦，还挺白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能干嘛？我呢，就是给王爷准备了一些汤药，用来固本培元的。我不需要，你赶紧出去，出去！王爷，跟我客气啥呢？疼死我了！啊，疼死我了，疼死我了！那个王爷，你慢慢洗啊，我先走了。我的脖子，九峰，月桃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成了？成了。虽然出了点小意外，但我最后还是成了。意外？什么意外？哦，反正风邪药兑凉水是倒进浴桶里了。啊！不是让他生病吗？你现在怎么变成摩擦亲夫了你？你说什么呢你？你放心吧，他没事儿。对了，你给我带吃的没？我从昨天到现在就吃了半个饼，还被你给拍出去了。又是饼，我不想吃饼，吃的就不错了，还挑三拣四。王妃，你难道不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吗？王爷，我只是想给你加些汤药，没想到会把你脖子弄成这样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九峰、月桃，你们先回去休息吧。是。王爷，那我推你走吧。公主，本王要和你商量一事。哦，行，王爷你说。后日3朝回门面见父王和西林使臣，但是本王的脖子刚才受伤了，这样去对父王多有不敬。要不咱们择日再进宫，你觉得如何？好啊。哦，我是说，好可惜呀，我不能见我堂哥最后一面，但是总不能让王爷你就这么入宫是吧？公主如此体恤本王，本王感到甚是欣慰。走吧。没想到歪打正着了。王爷你别碰王爷！哎。
我的王爷，你王爷，没事吧，王爷？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刚刚碰的那个是龙眼草的孢子，沾到皮肤上会肿成猪头的。你能不能先把我扶起来再说话？哦，可以。来，你让我摔倒，来，那我也让你尝尝摔倒的滋味。王爷，我扶你起来。那个，刚才我不是故意的，是你手没力，没抓紧我。王爷，你脖子好了？我真的好了。什么呢你？啊？睡觉啊！你一个大男人不是应该把床让给我吗？可是我的腿动不了了，没法让。哎，那我睡哪儿啊？哎你，就不应该多此一举，就应该让你的头一直歪。不知这公主是否是以退为进？不管如何，今日一探，她医术高明，久留王府，必成大患。爹，他都昏迷一宿了，我赶紧去找个郎中去。怎么了，爹？我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他没事儿。你爹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他有病没病，我看不出来呀。我是懂医术的。那要不要通知他家人啊？我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他呀是乔曼曼村村里面找来的姑娘，叫小芳来帮忙的。可是看他的谈吐气质，这也不像村里人。你不要对村里人有偏见嘛。再说了，你爹我是那种满嘴胡诌、心如雌黄的人吗？是。你还敢答应啊你？你还敢答应你？我不是这意思，你赶紧现在给我回屋睡觉去。你第二天早点起来把乔曼曼给我找回来，这才是正事。好，赶紧去呀。这傻孩子，就你这么傻，我能把公主的身份告诉你吗？告诉你的话，万一你说漏嘴还害了曼曼。给我水。水。哎，你大清早的叫什么叫？你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我要喝水，给我水。喝水也不能自己倒吗？我告诉你，别再吵，我要回去睡觉。这么烫，你这肯定是着凉了。这好像是真生病了，不会吧？还有这好事儿？九芳，九芳！参见父王。儿臣前来告知父王，今日下午去接见西陵国使臣，商谈要事。知道了。允诺，前些日子我忙着使臣纳贡的事情，没时间关心你。你的手伤好些了吗？
儿臣没事了，多谢父王关心。那就好。禀国君，晋王府来报，晋王得了中风寒，明日回门怕来不了了。得了中风寒？是。云诺，把下午会见使臣的事情推掉，我去看看锦儿。父王，下午之事关乎着西林和陆赵两国交好，贸然推掉，只怕会影响两国后续的关系，还请父王务必出席。回国君，晋王特意交代奴才，请国君不必挂念晋王，万不可因为他耽误了要事。老臣想，国君看望晋王，晋王起身招待，耽搁了养病，又服了殿下对国君的一片孝心呐。锦儿真是有心了，这个晋王，真是越来越恃宠而骄了，连3朝回门的见礼都敢称病推却。还有国君也是，他怎么能够这样对你呢？你有几个脑袋，还敢议论皇室？属下该死。起来吧。王兄称病，又不是第一次了，你去宫中找个靠得住的医者，给他备着。是。后日胡尔萨启程，你去备些礼物给他。那胡尔萨可是公主的堂哥。哼，还是个关系不好，一心想当西邻国君主的堂哥。派人盯着胡尔萨，留意他的一举一动。这人有野心，以防他以后从中作梗。是。哎呦，闺女啊，起来啦！来来来，吃早饭喽！哎，来吃早饭。来。我总觉得这里很陌生啊，好像从来都没有来过这儿。我是不是这儿的人？怎么可能呢？你就是万事房的人。可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？我不记得曼曼，不记得季末，也不记得您。该不会是骗我的吧？曼曼现在还不知所踪，眼下得先留下他。我确实骗了你，你可以埋怨我，可以骂我，但是你就是季末明媒正娶的妻子，我的儿媳妇小芳。我叫小芳，我和季末是夫妻。后来你们俩感情又破裂了。破裂？季末呢还动了休妻的念头。这一休妻呢，然后你就觉得特别委屈。你这一委屈呢，你就冲动了；你这一冲动呢，那你就跳了河了；你这一跳了河呢，然后你就昏迷了，然后就失忆了。季末是我的夫君，我怎么会跟他吵架呢？他长得那么好看，我跟他吵架，你在捣鼓什么呢？那你听明白了吗？我听明白了但是我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。问。既然我们是夫妻，那我们是不是要睡在一起？这个西林公主最近动静不小，看来她是不想见那个胡尔萨，他们之间想必一定有什么矛盾。王爷，王爷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不能这样啊！小峰，你放开我，我一定可以的，我一定可以站起来的。王爷，你放开我，发不了力，像话吗？放开我，放开我！王爷，你慢点，别勉强自己啊！哦，对了，这个是对风邪发烧很有用的。九峰，你留下来帮忙，我先走了。走了就别回来了。那我可以回西林了吧？春蚕姑姑已经离府了，你可以搬离本王的房间了。好吧。
爹怎么了？大事不好了啊！小芳啊，她最近不是情绪不大稳定吗？刚才我上去给她送早饭，她居然动了轻生的念头。什么？这身体大不受之父母，他怎么能有这么不负责任的想法？我赶紧找他聊。对，你先等会儿。来，又怎么了，爹？你先别着急呀，你听我把话说完嘛。他现在情绪啊已经被我控制住，为什么能控制住呢？因为我说呀，你是他的夫君。什么？因为我得让他在失忆这段时间呢，找到一个好的念想。爹，你怎么能说谎呢？这分明就是假的。这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！我现在已经把他安稳好了，你这别再给我添乱啊！可是什么？有什么好可是的？其实这事儿特别简单，万一小芳啊到时候见了你，要喊你夫君的话，那你就应付一下，不就完了吗？到时候一见你夫君，然后你嗨，这不就妥了吗？那好吧，哎，这不就对了。行了，没事了，你忙去吧。哎呀，没一个让我省心的。嘿，这个阿里亚公主真的是越发古怪。王爷，您这个越发用得好，但是我觉得不古怪，她不足以做公主。展开讲讲。王爷请看。听说在那西域邻国有一位沉鱼落雁的好奇公主，善良可爱，爱和蝴蝶玩耍，但是却不小心被纺车扎伤了手指，沉睡不起。幸遇异国俊男将其救治，终成良缘，远走高飞。但听说在那西域邻国有一……听你这么说完，这个阿里亚公主好像也没那么古怪。但她毕竟是个神医，咱们还是得赶紧想想办法，让她离我远一点。那王爷，您的意思是？听说民间有一种假死药叫还魂丹，只要我能拿到还魂丹，便可以远走高飞。阿里亚公主倒是被送回西林，孑然一身，孤独终老，也是挺可怜的。她救过我的命，又因两国交好来和亲。我假死后，恐她孤老终身，不如帮她找一个新归宿。我想要的归宿？没错，我会尽量避开这些选择，避免咱们在假扮夫妻的这段时间不小心散发出相同的气质，让你着迷，无法自拔。哦，那王爷你还真是想太多。我这个人的喜好吧，还挺简单的，清秀俊逸、温润如玉、博古通今，这些自是不用说的。最重要的就是腿脚灵便，这些都跟王爷你一点儿都没有关系。清秀俊逸、温润如玉、博古通今、腿脚灵便，耳熟，啊不对，眼熟。王爷，你看，这是坊间流传的杂谈，上面有对我陆兆国贵重之人的各类评说，里面对二皇子的评价，跟刚才您说的一字不差。但是上面也说了，二殿下不蒙圣宠，暂无功绩，前途难料。果然，百姓的眼睛还是雪亮的。那上面是怎么形容本王的？啊，有。啊，这儿呢，晋王殿下，身份贵重。继续。身份贵重。没了。那什么破册子，拿去烧了了事。这国君也太偏心了。父皇担心大哥身子，担心则忧，也是应该的。可您也是他亲儿子啊！属下知错，又在议论皇室，一会儿自去领罚。罢了。殿下，那咱们接下来作何打算？现如今，皇兄称病，作为王弟，我理应前去探望，以表关心之意。你去备些补品，明日咱们去景王府，探望一下王嫂王兄，顺便看看这景王府
究竟有何乾坤？是。偌大一个王府都没有狗洞吗？也不知道月桃那边找的怎么样了。唉，何人在此？二殿下。哦，我是锦王妃。锦王妃？啊，你王嫂。在上元节上救了王兄的就是他呀。哦，王嫂。啊，哎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先告辞啦。嗯。哎，王嫂，你的钱袋掉了。哦。王嫂随身携带的银两还真不少啊。财多不压身嘛。财多不压身。王嫂想说的应该是艺多不压身吧？哦，是，艺多不压身。二殿下，你精通所有，我实在是佩服。告辞啦。这西林公主行为举止异于常人，当真有趣。王爷，您说这二殿下不请自来，究竟所谓何事啊？为何来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来得巧。什么意思啊？那个古怪公主不就喜欢二弟那样，清秀俊逸，温润如玉，博古通今，腿脚灵便。那既然她喜欢这样的，反正我注定要出宫，不如成人之美。王爷，她可是您的王妃。九芳，我们可是假成亲，只要不影响和亲，不破坏两国邦交，不如就把她托付给二弟。事情就是这个样子，谁能想到二皇子居然在花园，还撞了个正着。不是，那你没露馅儿吧？应该没有吧？我看那个二皇子还挺磊落的，应该不会想太多。是，像钻狗洞这种不磊落的事，也就你想得出来。要是能光明正大的诅咒人，谁想钻狗洞啊？对了，那狗洞找到了吗？当然找到了。在哪？我说了你也不知道，不过你放心，保证隐蔽，超级安全。明天咱们就从那儿走。明天？什么明天？现在就走，快！走。来人！本王今日要带你去见一位贵客，知道你平日不爱装扮，但为了王府的颜面，辛苦王妃了。来，本王今日亲自为你上妆。什么？你要为我上妆？你还会上妆？那有何难？他是不是发现我什么了？
完美。更衣。是。二弟久等了。见过王兄。不必多礼。为了迎接你，我特意让你王嫂梳妆打扮了一番。王兄太客气了。二弟，请坐。谢王兄。王妃，你也坐。这不太好吧？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不必那么拘谨，请坐。哦。王妃，这是我二弟，陆兆二皇子，傅云诺。快打招呼啊！哦，二殿下你好。王嫂何必这么拘束？我们刚才不是见过吗？好像是啊。不过王嫂今日的妆容这么新颖，着实让人眼前一亮。谢二殿下夸奖。那正好，既然大家都已经见过了，我们今天就直接进入主题。身为一家人，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好好了解彼此。今天我就好好给你们介绍彼此的情况。阿里亚，西邻国公主，年方28，身体4尺8寸，体重将近100斤。100斤？你放！凭舌头说话。是我报少吗？二弟，王氏次子，外表清秀俊逸，最重要的是性格温润如玉，饱读诗书，博古通今。啊，王兄抬举了。论才学，我定不及王兄。王兄的诗词可是被父王特意夸赞过的。我都打听过了，上文院的太傅称赞你的诗文才情甚高，甚至到了才比子建的地步。才比子建哦。他究竟想干什么呀？他说这些话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二弟就是他的意中人呢，可别太感激我。这哥俩互捧的也太虚伪了。本人不通文墨，就不打扰你们兄弟间的闲情逸致了。来，你们聊着聊着啊，我先告辞了。哎，公主。玉桃，收拾东西，赶紧走。什么奇奇怪怪的妆？二弟，我有一件大事，想要托付于你。不知王兄所说的大事，是指何事？终身大事。王兄，你是说终身大事？对。既然刚才你们没有发现对方的优点，那我就再给你们创造一次交流的机会。看着舒服多了。东西收拾好了吗？好了。走走走，快快快快！王爷，你又干嘛？本王带你去参加王氏子弟的聚会。聚会？你们王氏子弟不总共就2个吗？我不擅长应酬，就不去给王爷丢人啦。你我已成婚，夫妇同行才算不丢人。况且这王氏子弟的聚会1个月只举办1次。王妃，咱们赶紧出发吧。
王兄，王嫂，二弟就等你了。我们陆赵首次王氏子弟的聚会就开始了。首次？虽然是首次，但从今以后，我们每个月至少办一次，用以多多联系，增加彼此之间的感情。二弟，你觉得呢？拒绝他，快拒绝他！王兄若是觉得合适，那二弟也不得不认可。那好，那今天的首次聚会就由本王来主持。今天天气也不错，咱们就来放风筝。放风筝？王爷，我不会放，我就先回去了，你们好好玩吧。等等，二弟会放。二弟，本王腿脚不方便，就拜托你教王妃放风筝。让我跟王嫂放风筝，那到底是何用意？哇，本王突然觉得好冷。九峰，你带本王去马车上添件衣服吧。好。放风筝？哪有心情放风筝？净添乱。王兄平日里日理万机，今日却抽空举办王氏聚会，想必定是为王嫂着想。王嫂与王兄的感情果然是甚好啊！还好吧，成婚了就一起过呗。王嫂说笑了，王兄深得父王器重，平日要处理许多政务，今日也是难得放松一下。还好吧，我看他平时在王府里也就吃喝睡觉，没干什么正事儿。我们还是赶紧放风筝吧。好。那王嫂拿着风筝，我待会儿就放起来。这腿怎么断了？好了。王嫂一眼就能看出症结，手法还如此巧妙，想必王嫂的医术也定是如此。那王兄多年的腿疾，王嫂治起来也是毫不费力。就先治着呗。也得看他病情怎么样。对了，他的腿疾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据说王兄小时候遇到了一场火灾，之后就得了腿疾，父王寻遍全国的名医，都无法治愈。快走！难怪。行，那我们就先放风筝吧。好。还挺登对。日后我出宫也可以放心了。这风筝要逆着风放，才能越放越高。王爷，二殿下和王妃相处的挺好的嘛。将来二弟继承皇位，陆赵和西连两国之间自然也可以和平相处，世代交好。王嫂要不要试试？好。不知王嫂何时开始为王兄治病？哎，王嫂不来。哦，这个王爷的病都这么久了，想要治好，也得先找到病根嘛。这公主对治病的事守口如瓶，看来是有意提防着我呀。这人废话可真多，再这样问下去，被他问住可怎么办？二殿下，二殿下，哎呀，这个风筝断了呀，那看来没法玩了。二殿下，那我就先走啦。今日王兄临时举办这王氏聚会，到底意欲何为？王妃，你怎么不继续放了？哦，那个风筝线断了，放不了了。哎，我们回府吧。不成，
我们王氏子弟的聚会可不止一个项目，你得留下来参与全程。那还有什么项目？射箭。射箭。漂亮，二弟果然箭无虚发，不愧是我们陆赵第一射手。王妃，你觉得呢？二弟下的准头实在是太好了，简直是后羿在世。王嫂过誉了。不过，二弟不仅准头好，最难得的是出箭快速，刚劲有力，能够打穿许多硬物。你难道就不想见识见识吗？我就不，你就别推脱了。来，二弟露一手。是鱼。漂亮！王妃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破了这么大的口子，能没事吗？荒郊野外，风吹日晒的，搞什么王室聚会？一个好好的玉佩都糟蹋了。哎呀，多可惜啊！这鱼纹，难道和二殿下有关？什么？你不逃啦？不逃了。我娘生前留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镜盒，而二殿下身上的玉佩又有与之相关的鱼纹。我这好不容易找到了线索，不能离开。可是，王爷，过来。哦。你都受伤了，怎么还没有处理？我坐。哦。九峰，哎。你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，这份恩情我必定会报。王爷，我嫁给你，当然最在乎的就是你的安危了。公主，你王爷，我受伤不要紧的，但是你能否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请求？但说无妨。王爷，您能否允许我以后自由出入王府？可以。太好了，终于可以回万事房了。季墨，季说。奇怪，都去哪儿了？哎呀，真是想死我！果然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己的狗窝。哎呀，回到家果然连空气都是香的。有了这些，我万事房3年不开张都没事儿。嘿，嘿，啊，对了，哎呀，
娘，您留给我的金盒，我找到线索了。我找到跟这个金盒上面一样的云纹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线索，打开金盒，找到爹的。这么久没回来，这上面都沾灰了。谢谢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阿里亚，他不是应该已经逃出京城了吗？小贼，竟敢闯我这儿！不是，哎，我不认罪！你别跑！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我是乔掌柜，站住！乔妈妈呀！别跑！别闹了！哎呀，小芳啊，你说你这大半夜的，你干什么呢？在这吵吵吵的。家里人了。啊？妈妈，叔，你这2天你都跑哪儿去了？你都担心死我了，你。妈妈，叔，你跑哪儿去了呀？妈妈，让我看看你。你看看，瘦了，我都瘦了，叔。哎呀，叔，我是真瘦了。哎呀，妈妈，你是不知道吗？当时啊，我就要寂寞去找你，但是怎么找啊？他就不去找你，我就一直骂他，他凭什么不去找啊？对不对？你这一直没回来呀，我有担心你可能出什么事儿了。这寂寞呢，从河边把阿丽亚捡回来，他脑子可能被撞着了，所以就失忆了。我也是为了不节外生枝，就把他留在家里。哎，妈妈，怎么先这样？妈妈，这么久你去哪儿了？你可急死我了。哥呀，我可想死你了。保持距离，你就站那儿好好说吧。行吧，那且听我慢慢道来。所以你阴差阳错嫁进景王府了？那你这次是逃出来的？当然是逃出来的。哎，曼曼，这都好不容易逃出来了，而且你还带了那么多的金银财宝，那咱们这一家人干脆远走高飞呗。不行，不能走。你还记得我娘留给我的金盒不？那当然记得了。你不是一直都找不到那个打开的方法吗？那是之前。这次我在景王的弟弟那儿看到了跟金盒上面一样的云纹，找到了线索。我觉得我应该很快就能打开金盒，找到我爹了。我知道找到你爹是你这么多年的夙愿，可是你现在的身份有危机，说不定到时候连你的小命都不保了。哎呀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我自己。哎，曼曼呀，难为你了。爹，你也帮我拍一下吧。妹妹，难为你了。哥，你也太夸张了吧！我跟你说，你要是有个公主非要跟你待在一块儿，我看你怎么办。你还是担心你怎么从景王府脱身吗？哎，你又叹什么气啊？哎呀，景王患有腿疾，行动不便，让阿丽亚公主来和亲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为了治腿。那就给她治呗。哦，对，你不懂医术啊。哎呀，反正你就演呗，你就抓着腿，对吧？你在那假模假式的捏吧捏吧，然后你再给她开点补药，那只要治不死，那不就完了吗？叔，你这么一说，好像有些道理。嘿嘿。真的，我们公主没有插翅。她现在人就在万事坊，我们早一天离开，就能早一天见到公主。不能告诉玉桃阿丽亚失忆的事情，不然她就疯了。好，只要能让我早点见到公主，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。
殿下，有人拜访。不见。是，属下就回了王妃。且慢。你刚刚说王妃？是，景王妃。请她进来吧。是。王草的伤可有大碍？哦，没事儿，就是擦破了点皮而已。王草乃是西陵国君的爱女，金枝玉叶，却如此不拘小节，实在是有别于京中的名门贵女。啊，是吗？哦，对了，那个二殿下，我有件事想问你。王草，请讲。就是上次我们射箭的时候，我看到你的玉牌上面有很多独特的花纹，我想知道是出自哪位画师之手。那些并非画师所画，而是我母妃独创。贵妃？正是。王嫂为何对这花纹如此感兴趣？哦，我就是觉得那个花纹图案挺特别的，好奇而已。那我娘亲留下的金盒跟贵妃有关？晋王妃去了二殿下，当真？千真万确。本宫知道了，你们继续帮我盯着点，下去吧。是。娘娘，出什么事儿了？那位西陵国的公主，景王新娶的新王妃，没想到心机竟如此之深。娘娘在说什么？奴婢听不懂。她最近总是接近云儿，想必不怀好意。娘娘，您是不是想太多？一个异国公主为何要害二殿下？你别忘了，她是异国公主，更是景王新娶的王妃。她定是帮傅成锦打探云儿。本宫已经想好如何对付她。去，帮本宫把这景王妃请进宫里来。本宫要会一会。你叹什么气啊？你快去啊！是。王爷，王妃，贵妃娘娘请王妃进宫一趟。贵妃娘娘请我入宫？是的。你赶快去告诉来的人，告诉他我收拾一下，立马就进宫。是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正好又没机会去见贵妃。哎呦，不行，我得立马收拾一下，不能让贵妃久等啊。王爷，好端端的贵妃娘娘为何要王妃入宫啊？自然不是好端端的，这件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，我也得去看看。秋风，怎么还没来啊？就是。景王妃到！哎呦，景王妃来了，参见贵妃娘娘。娘娘，您可真是如传说中说的那样，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呀！哎呀，这景王妃不仅长了一张抹了蜜的嘴，审美还那么好。娘娘，您不仅貌美如花，连品味也是不落人下的。我呢，之前听二殿下说过，娘娘您独创了一个云纹的图案。娘娘，您可真是太棒了！不知晨曦可否有机会请教一二？哎呀，哪有，没你说的那么好。哎，行，没问题。哎呦，不说那些没用的了。本宫最近这头疼的厉害，
听闻景王妃是西陵国的神医，不知道能不能帮本宫瞧一瞧啊？这贵妃阴晴不定，想干什么？王妃是不愿意吗？是啊，没有。那就帮本宫瞧一瞧吧。啊，这个娘娘，你看啊，我这次进来的太匆忙了，什么东西都没带。没事儿，本宫都帮你准备好了，呈上来。景王妃，您是先施针呢，还是先把脉呢？景王到！景王从不踏足我这儿，今日来真是破天荒啊！王妃刚到陆赵不久，我怕她不懂礼仪，冒犯娘娘，自然就来了。如果娘娘和王妃没有什么事要议，就让王妃和本王离宫，改日再进宫给娘娘拜会。哎呀，本宫这头疼又起来了。都说医者仁心，王妃竟狠得下心来，看本宫一直这样疼着。娘娘，咱们还是即刻让御医前来给您医治。这御医哪比得上王妃啊？哎呀，本宫现在正被这病痛所折磨，景王处处推脱，该不会是对本宫有什么意见吧？我只是怕西陵国的医术和本国不同，娘娘的身子会不适，还是请御医来较为妥当些。哎呦，这御医早就看过了。哎呀，我这头疼病啊，也是老毛病，说根治不了。这眼下我只能寄希望在景王妃身上。娘娘，即使我为您看病，也是初次接诊，对您过往的病史我一概都不了解，只怕会适得其反。这景王妃再三推脱，该不会是不会医术吧？这贵妃是发现了什么吗？不行，今天一定要糊弄过去。娘娘，我怎么会不为您医治呢？来，我现在就为您诊脉。有劳了。贵妃摆明是在刁难你，即便你有再好的医术，也治不好她。娘娘这病啊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。那王妃可有什么法子？啊，这个正所谓啊，不通则痛。头疼大多都是因为经脉不通、气血瘀阻所致。我给娘娘先按摩缓解一下。王妃请吧。娘娘，我这给您按摩的是百会穴，日后若是您头疼发作，可换工人多帮您按一按。百会穴还舒服吗？手法倒是不错。哎呀，但本宫这头啊，还是疼得很。
娘娘，咱今日呢就先进行按摩疗法，等我晚上回去之后，给您写几副药方子，每日早晚熬服，相信很快就能好的。哎，既然是王妃亲自出马，那想必3日内必能见效。若不然，本宫定治你个大不敬之罪。